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那么由于最近美国确实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包括从新冠病毒到这个黑人游行，然后再到整个经济的影响，我想今天就出一期视频来给大家聊一聊现在美国的现状，也希望可以减少一些人对美国现状的恐慌吧 ，hopefully。然后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真正就是进入美国，可能是在3月初的时候，就是每天的数量不断的攀升，然后很多人被迫的要在家开始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其实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因为由于我项目的原因，我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在家工作，一直到现在。然后我也挺习惯在家工作，挺喜欢在家工作的，因为我觉得更放松，然后每天可以穿着睡衣，不用化妆，不用早起。然后我还挺习惯的。当然，对于一些人，就是如果他觉得在办公室工作效率更高，或者是在办公室更有这个人情味儿，然后大家可以平时聊两句啊，下班喝两口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对这种人可能影响确实蛮大的。除了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影响蛮大的，就是这个出门买菜或者平时出去吃饭什么的。因为这个在一开始病毒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就是去订一些菜，然后让人给我们送过来。但是由于这个大家都愿意这样做，就是他们会很缺人手来送菜，然后最后就我们只能自己去超市去买。然后自己去超市去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真的全副武装，就是戴好口罩、戴好手套，做好消毒，然后做好各种防护措施。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人戴口罩，就刚开始病毒的时候，就是大家因为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自己生病你会戴口罩，因为你不想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当然，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意识，觉得戴口罩可以同时保护你自己不被传染，他们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包括他们的 CDC 这个疾病控制中心也在强调说，这个不用戴口罩，戴口罩并不能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就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吧，就是刚开始没有人戴口罩，除了亚洲人。然后因为亚洲人都受这个父母整天说嘛，说这个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勤洗手，一定要注意各种防护措施。然后，所以亚洲人会戴口罩。当然，也因为戴口罩的问题，也引发了一些个反华的事件。然后，反华事件其实不仅是由于戴口罩的问题引发的，还是由于这个总统也说什么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诱发这些反华事件的这个因素。当然，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反华事件其实它不是这个全美范围内的反华事件，它只是发生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大多数我接触下来的美国人还是就是对外来人种的这个接受度是蛮高的，他们就是种族歧视的人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事件就是看成全美范围内的事件，没有这么夸张。当然这个病毒肆虐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很多州政府选择了 lockdown。lockdown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共区域、公共场所，包括饭馆、包括服务类行业，以及包括一些娱乐场所都要关闭。然后大家没事儿，就是没有紧急事件，要在家待着，就是除非你要说去医院或者是买菜啊什么的，你可以出门，否则的话就是在家待着。这就是 lockdown 的基本含义吧。然后 lockdown 了大概2-3个月，很多州的这个新增人数算是控制住了，到了一个趋缓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多州在6月初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觉得因为确实新冠病毒对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很多州就决定 reopen， 因为他们需要通过 reopen 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个目前很多州的 reopen 的状态是处于第3阶段的 reopen， 就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已经回归正常，只是部分行业，包括一些这个服务类行业，包括这个理发店啊、美甲店啊等等，这些店已经逐渐的在 reopen。然后一些餐馆业也是在逐渐的 reopen， 但是他们的餐馆业的前提是你要确保每一桌的客人跟每一桌的客人要保持一个6尺的距离，因为6尺是这个 CDC 疾病控制中心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距离来保证，来抑制这个病毒的传播。
当然，在 reopen 之后，根据目前最近的数据来看，确实这个新增人数又上来了，又增加了。所以但是每个州的这个州政府也在积极的在寻找方法吧，然后看看能不能在 reopen 的前提下，能不能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控制住这个新增人数的增加。就希望吧，在明年等这个疫苗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最终的控制住。这是所有人的希望。当然，除了这个新冠病毒，除了影响我们日常的出行，影响我们日常的买菜，然后以及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之外，当然也会影响到学校的学生。很多这个新生就是要准备9月份入学的学生，可能会有很多的担忧，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来，我要不要就是延期一个 quarter 或者是一个 semester 再来。我觉得目前这个学校的状态是，就是基本上没有就是面对面授课，完全都是网课。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上网课的话，在中国上跟在美国上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你来美国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想要了解一些当地的文化，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来跟别人去 networking。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现在由于病毒的原因，确实这样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其实个人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真的就是延期一个 quarter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学校去商量嘛。因为我觉得每个学校可能跟每个学校情况不是很一样，然后问一问学校的国际学生部门，然后问一问他们的延期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延期到明年。然后再来美国，这样的话，感觉你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可能更高一点，因为你们课都蛮贵的，大家不想花一些冤枉钱。因为现在很多学校上课的形式就是网课嘛，然后网课的意思其实就是老师会录好一个视频，然后学生来看这个视频，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 email 给老师，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个那种 Zoom meeting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效果肯定是不如 in person 上课，所以我希望大家慎重考虑。接下来想聊一下这个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大家其中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美国现在的就业情况如何。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网站是 CNN 截止到今年5月份给出的这个失业率的数据。我们通过这个图表可以看到，从1930年到2020年5月份的这个失业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今年5月份，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3.3%之高。相比较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失业率也仅仅在10%，所以可见现阶段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就业市场真的影响蛮大的，而且有经济学家预计未来的失业率有可能会达到20%，这就意味着10个人里面可能会有2个人面临失业的命运。那么什么行业受新冠病毒的影响最大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柱形图，这个柱形图是通过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据，截止于今年4月份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影响最大的行业无非是这个娱乐业、酒店行业以及餐馆行业。我们可以从这个柱形图上看到，已经有700多万个岗位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这个教育和健康服务类行业以及这个咨询服务类行业，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领域，也有200多万的这个岗位受到了影响，包括这个零售业也有200多万的岗位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也或多或少的受到新冠病毒的一些影响，但是都远远不如这个娱乐业和酒店业以及这个餐馆业受到影响大。目前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采取了这个裁员的方式，来减少这个经济的损失。然后这些公司裁员，他们会给出一个 business decision， 在这个 business decision 的背后，有可能的因素包括这个可能员工的表现不够好，或者是这个员工的小时数不够多，或者是这个员工所在的领域未来没有什么发展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他们 business decision 背后的一些因素，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是怎么来
做的这个 business decision， 只是大家的猜测。当然，很多公司的裁员其实不仅仅影响的是这个被裁的人员本身，裁员真的还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家庭。像有一些这个被裁的人，如果他是这个工作签证持有者，他很可能面临的就是要回国的命运，因为一旦被裁，他需要在60天之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选择回国。在目前的这样的经济状况下，60天之内找到一份工作真的还算蛮难的，所以就很多人就会被迫面临回国的命运。除此之外，有一些被裁的人也有可能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这样的话，他一旦被裁，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面临退休，然后他一旦被裁，可能会影响他的最终的退休计划。我觉得这些都是裁员会带来的这个就是负面的影响吧。当然，有裁员的公司，也有一些公司真的就是发展的很好的，即便是在病毒的情况下，像 Zoom， 像 Amazon。Zoom 真的是一个一枝独秀吧，我想说，因为当病毒爆发了之后，很多公司、很多人被迫要在家工作，然后越来越多的公司现在会选择来运用 Zoom Meeting 来进行他们的正常的这个会议，因为 Zoom Meeting 会相对更稳定，然后信号会更好，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用 Zoom， 所以 Zoom 在这轮疫情爆发中真的就是独占异彩。然后除了 Zoom 之外，还有 Amazon。自打 Amazon 收购了 Whole Foods 之后，由于 Amazon 会提供这个 deliver 的服务，现在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网上订购一些 grocery， 所以 Amazon 不仅没有裁人，而且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 job opening， 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 deliver 的人去帮他们去送货。所以说从经济整体来看，现在很多州已经开始了 reopen，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回到他们的岗位，然后再加上从上一轮金融危机到现在，美国一直是处于一个牛市的状态，然后经济状态一直保持的不错，所以很多人手里其实是有一定资金的。然后基于以上因素吧，希望当疫苗出现的时候，当这个病毒被控制住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可以尽快的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关于视频的时长问题，我们本期就先讲到这儿了。下期我们会讲到黑人游行以及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些暴乱的情况。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然后打开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